我国公开的天空站计划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其中就有17个国家向中国申请加入，美国也闻讯而来，希望能加入中国空间站。但是我国答应了那17个国家的申请，却拒绝了美国。美国见无法加入，就想要以1年7000万美元租赁中国卫星。美国不是一直自诩老大吗？怎么一直请求加入中国的空间站？加入不成还要租赁中国卫星？这是有什么阴谋，还是真的不如中国？麻烦您点下订阅，方便及时看到每天的最新内容，并参与讨论和分享。在此十分感谢您的支持。美国的请求。2018年，中国的鹊桥中继卫星成功发射，这是中国首颗，也是世界首颗地球轨道外专用中继通信卫星，是地球研究月球的重大进展。通过鹊桥可以实现地球与嫦娥4号探测器数据的回传，能够实时将第一时间发现的信息快速传回给地球，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里还要说一下嫦娥4号。嫦娥4号大家都知道是我国的月球探测器，但它还是人类第一个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的探测器，它创造了历史。因为嫦娥4号，中国对月球的探索与研究走在世界最前面。鹊桥与嫦娥4号建立通信后，会加速中国对月球的探索。而美国没有嫦娥4号，也没有鹊桥，所以当鹊桥成功发射后，就引起了国际热议。各个研究航空领域的国家都对中国的鹊桥中继卫星眼红，这其中就包括美国。美国自称为世界的领导者，在航空领域有着雄厚的实力和资源，因此请求加入我国空间站似乎有些令人费解。美国的请求被拒绝后，他们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提出租赁我国卫星的请求。这说明美国对我国在航天领域的技术和能力表示认可，并希望借助我国的卫星来支持自己的太空探索任务。但我国仍然对此表示谨慎，并没有立即答应美国的请求。我国的态度受到多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就是我国拥有自主研发的航空技术和设施，希望通过自主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航空目标。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我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一些紧张关系和竞争，我国希望保持独立和自主的立场，不愿意过多依赖其他国家。尽管我国拒绝了美国的请求，但在2023年6月后，我国最终答应了美国租赁鹊桥中继卫星的要求。这显示出我国在航空领域的开放和包容态度，符合我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我国在航空领域的崛起和发展，以及美国租赁我国卫星的请求，都反映出全球航空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各国在太空探索方面的努力和追求。美国想加入中国空间站是阴谋还是阳谋？经常看新闻的应该都知道，中国在航空领域的发展一开始是没有那么激进的，也想要在国际上寻求合作共同发展。空间站也没有想自己建造，本来是打算和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合作加入国际空间站，但结果大家都知道，美国拒绝了。国际空间站是各国参与的项目，可美国却仗着自己脸皮厚，断然把自己当成国际空间站的老大，坚决不让中国加入。不仅如此，还拒绝美国航空和中国航空有任何交流，各种航空学术交流也不允许中国科学家出现。美国这是直接不要脸了，政府出手干预科学发展，完全是一种悲哀的表现。对于此行为，世界各国科学家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美国却霸道的依旧我行我素。中国对于美国的做法也十分生气，这种行为是可耻可恨的。于是在美国的打压下，中国开始自主研发空间站。美国早就对我们的鹊桥卫星垂涎3尺，之前就已经多次向我们发起请求，然而他们提出的合作方案却丝毫没有一点诚意，可谓是异想天开。只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空间站将会成为唯一，所以他们不得不请求中国。但是美国之前的种种做法仿佛就是在昨天发生的，中国就是不同意美国加入也是合情合理。而且就连日本也是我国空间站的合作伙伴，虽然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空间站建好的时候，中国就曾发表过看法。中国的空间站支持全球国家报名使用，全球合作，所以只要符合中国空间站的要求都可以加入。
日本就是带着诚意加入的。据了解，美国最开始提出的想法是，他们希望可以获得我们卫星的具体参数，这样比较方便后续操作。然而这已经触及我们的核心机密。可更过分的是，老美又提出还想借着这颗卫星想和我们的天宫空间站对接，扬言这是为了中美以后能够在太空领域友好合作。如此狼子野心简直是无耻至极。面对这样的要求，我国当然是果断拒绝了。于是美国佬只能放下脸面，开出了非常之高的价格，并且表示租赁也可以。不难看出，美国佬实在是对这颗卫星垂涎若渴。回想曾经的时候，美国在航天领域如日中天，他们在全国召集这方面的人才攻克难题。我们也想加入，却遭到美国无情拒绝，还嘲讽我们农业国家把粮食种好就可以，这不是你们该关心的事情。如今我们终于扬眉吐气，凭借着自己的钻研，在航天领域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甚至都开始反向封锁美国、中国航空史。明朝时期有一位喜欢炼丹的炼丹师，但是在一次炼丹中，他操作不当，导致炼丹时发生爆炸，之后他就不炼丹，改研究火器了。别说这位炼丹师真的是一位人才，转型之后他的火器制造很有成绩，甚至还因为制造的火器威力大被应用到军队中，同时也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封为万户。从此大家都称呼他为万户。万户得到表扬后干得更起劲了，他开始用天马行空的想法制造火器，想利用火器上天看看，看看天到底有多高。于是晚年的万户就制作了47个火箭，他把火箭绑到椅子上，他两手再拿着风筝坐在上面，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就喊徒弟点火。点火后万户确实上天了，但是也遭遇了事故，火箭不幸爆炸。虽然万户为此付出了生命，但他却实实在在的是世界航天第一人，全世界谁都没有他勇敢。后来为了纪念万户，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决定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人类对太空的向往已经刻在了 DNA 里。可是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人类才开始有实力研究如何飞出地球。踏入太空领域的先是苏联，当时他们将人类的第一颗卫星送入太空，卫星里面是一只小狗，但最终却是以失败告终。这一系列的爆炸新闻直接就让美国坐不住了，万事都要争第一的美国立刻加强在航天方面的投入，随即在1958年也发射了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就这开始，两个大国在航天领域是互看不顺眼，一直要压过对方。而这场太空竞赛也确实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科技的发展。1961年，美国向全球宣布了阿波罗计划，声称要将人类送上月球，这震惊了全世界。毕竟当时的水平很难达到，而且会有巨大的资金消耗，这一下子就将这场竞赛推到了高潮。两个国家是各种花式登月，并且你登陆水星，我就探索火星，你在人上天，我就搞空间站。虽然这场太空竞赛上半场苏联在压着美国打，但下半场美国后来居上，而巨大的费用也不得不让苏联放弃自己的太空计划。1972年，阿波罗号最后一次登月，美苏两国才终于在航天竞赛方面握手言和。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就在美苏互相较劲的时候，中国正在默默努力发展航天技术，更是在之后直接一鸣惊人。1958年，我国也提出了发射卫星的计划。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恶劣，美国对我们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了全方位的封锁，我们只能靠自己一步步钻研。在钱学森等多位大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最终在1971年成功发射了自己的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有了这个开端，我国的卫星事业开始突飞猛进。在美国的严密封锁下，自己研究出来理论，自己造高精度的材料，而这些成就也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1984年，东方红2号成功发射，这颗卫星改变了我们国家边远地区看不了电视、打不了电话的情况，并且这颗卫星也让我们对静止轨道方面的技术更上一层楼。进入80年代后期，我国的卫星开始转向工程应用方面，各种新型卫星百花齐放，一举追上美国等一线国家的卫星水平，在国际上备受瞩目。后来，随着苏联老大哥的解体，两极格局结束，美国在航天领域已然是霸主的位置。这时候，
美国还不忘对我们进行打压。在2011年，美国开始执行沃尔夫条款，条约规定，美国航天局只能与跟中国没有任何关联的机构和个人进行技术交流和共同研究，直接就将我们拒之门外，想以此来阻碍我们的发展。这个条约对我们中国的航天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的航天科研人员参加国际大会和发布学术论文都被其他国家排斥。就算是这样，我们依旧没有放弃，在同年发射了天宫1号空间站。这个太空实验室直接打破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也粉碎了美国对我们的恶意封锁。如今我们在航天方面的成就已经赶上发达国家，从神舟5号带杨利伟登上太空，到神舟7号安全返回，而同时期的美国却无力再发展航天事业。结语：中国的航空发展历程是一个充满辉煌成就的过程。从东方红1号的成功发射，到长征1号的月球探测，再到神舟7号的载人航天，中国在航空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态度，这种开放与包容的姿态，为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机遇。全球航空领域的发展应该更多的注重合作与共赢，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的航空事业，共同营造和平与发展的航空环境，共同实现全人类在太空探索中的共赢与进步。